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1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热点。加拿大央行再次加息半点至 1.5%， 预示房价将凉凉了。周三，加拿大央行将其隔夜利率上调了半个百分点至 1.5%， 并暗示未来将进一步加息，因为它旨在遏制失控的通胀。目前通胀处于30年来的最高水平。央行选择了一条通往更高利率的陡峭道路。政策制定者现在已经连续3次会议提高了借贷成本，最近2次会议，他们选择了异常大幅度的半点增长。这是自2000年加拿大央行开始利率公告以来，首次发生这种情况。加拿大央行行长 Tiff Macklem 的加息行动才刚刚开始，他的任务是确保消费者物价指数以每年约 2% 的速度增长。该指数在4月份比1年前上涨了 6.8%。这已经够令人担忧的了，但央行行长在他的新政策声明中明确表示，通胀压力继续增加。根据 BC 房地产协会 CREA 的数据，与2021年相比，弗雷泽谷的房屋销售今年将下降 30% 以上。根据 CREA 5月31日发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住房预测，哥伦比亚省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免受销售低迷和价格调整的影响。该省的上市服务系统住宅销售预计将从2021年的历史高位下降 22%， 至今年的97240套。预测称，到2023年，住宅销售预计将在下降 12.4%， 至85150个单位。加拿大全国房产市场降温的迹象也开始显现。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的数据，该国的房价指数在2022年3月至4月期间下跌 0.6%， 这是2年多来的首次下跌。此外，房屋转售下降了 12.6%。CREA 指出，加拿大央行的加息是经济放缓的原因。实际全国平均房价在2月份达到顶峰，但已连续2个月呈下降趋势。然而 ，CREA 表示，房产市场发生崩盘的几率非常小，因为价格仍比2021年4月高出 7%。一些行业专家认为，价格上升放缓并不表示未来会出现重大的回调。对于潜在的购房者来说，实际上不是价格下跌，而是需求下降和竞标战减少。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 CMHC 和房地产巨头 Royal LePage 持有一致的住房市场前景展望。CMHC 预计今年价格增长、销售水平和房屋开工将放缓，但在整个2022年应该保持高位。Royal LePage 甚至预测今年基准价格将增长 15%。此外，低住房库存水平将使价值保持高位。许多购房者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的选择，因为抵押贷款成本也在上升。没有人确定房地产价格何时最终会下跌。加拿大皇家银行预测，由于利率上升， BC 省明年的降价幅度最大。大多数分析师现在预计加拿大央行将提高其关键隔夜贷款利率，在6月1日加息 0.5% 后，将于7月继续加息 0.5%， 这将使关键利率在4个月内从 0.25% 升至 2%。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调查显示，非房主中有一半认为他们不太可能买房。21% 的人认为非常可能买房，而 29% 的人认为有可能买房。该调查发现，近 90% 的受访者认为利率上升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最大障碍。84% 的受访者认为首付负担能力是另一个重大挑战，其次是税收和抵押贷款支付存在挑战的人占 81%， 而认为收入稳定者占 69%。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表示，60%的房主发现负担必要的装修具有挑战性，40%的人表示很难跟上抵押贷款的支付和税收，而 35% 的人则难以支付水电费。
加拿大央行将其关键利率提高了半个百分点，预计这将给加拿大人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并让潜在买家处于观望状态。BC 省最低工资今起上调至每小时15.65加元。BC 省从今天开始将其最低工资从每小时15.20加元提高到每小时15.65加元。BC 将是加拿大所有省份中最低小时工资最高的省份。BC 的最低工资以前为每小时15.20加元，比2020年6月上涨4.1%。最低工资在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期间上涨了5.4%。从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上涨了9.5%，它在2002年至2010年期间根本没有上升。2011年至2017年间，最低工资上涨了30%。BC 有近40万人为最低工资而工作，在领取最低工资的雇员中，共有52%的人年龄超过25岁，58%是妇女。这一增长与该省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有关，去年参照的通胀系数为2.8%。因航班禁令从温哥华飞返中国大陆更难了。对于从温哥华飞往中国某些地区的人来说，变得更加困难。上周，中国民用航空局 CAAC 发布命令，暂停2架从温哥华国际机场 YV2 起飞的定期航班。截至周一，厦门航空从温哥华飞往厦门的 MF806 航班因5名乘客抵达时 COVID 检测呈阳性，而暂停了2周。另一架由国航从温哥华飞往郑州的 CA998 航班，在确诊10例病例后，将于6月13日起暂停4周。虽然大多数国家都在开放，但中国正在坚持其严格的国际航班限制，作为其保持动态清零政策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民航局 CAAC 的规定，如果航班抵达中国且出现超过5例 COVID 阳性病例，则该入境航线将暂停2周。根据 CAAC 的说法，对于10个或更多病例，将实施4周的停飞。除限之外，中国相关部门还要求回国旅客至少隔离14天，并在家进行7天健康监测。政府还暂停了为非紧急跨境旅行签发和更新护照。俄罗斯进行核演习，剑指拜登向基辅提供先进武器系统。6月1日，克里姆林宫指责华盛顿火上浇油，因为在此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决定向乌克兰人提供弹药和先进的导弹系统，以使他们能够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更加准确地打击关键目标。拜登曾表示，美国已经决定向乌克兰人提供弹药和先进的导弹系统。他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强调，华盛顿将继续向基辅提供标枪和毒刺等先进设备，以及精确制导系统、雷达系统、无人机、Mi-17直升机。拜登表示，俄罗斯有关核武器的言论有时本身就非常危险，并且极度不负责任，但是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打算在乌克兰使用这些武器。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称，向乌克兰提供的新武器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俄罗斯的核部队正在莫斯科东北部的伊万诺沃地区举行演习。该部队表示，约有1000名士兵正在使用超过100部车辆进行密集演习，其中包括用于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系统。俄罗斯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北方舰队司令的话报道称，俄罗斯护卫舰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已经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进行了一轮试射，从而证明新的武器系统已经准备就绪。该导弹的设计目标是打击10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陆目标，其速度可以快到让雷达系统几乎发现不了的地步。周三，北约表示，它将举行涉及土耳其、芬兰和瑞典的会谈，希望在本月峰会之前结束安卡拉对北欧国家加入联盟的反对意见。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
下期不见不散哦。